大家好，我是Ken John，欢迎来到频道。身为一个影片的创作者啊 ，YouTuber 常常会被问到说后置的工作流程大概是怎么样。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分享一下关于一个影片创作者旅行 YouTuber 幕后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次呢，我会从选题、拍摄、制作、剪辑，一直到储存备份，来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心得。如果你也正准备要开始拍摄自己的旅游影片，或是你想要试着剪辑、试着去拍摄的话，也许可以参考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哦。那在开始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本集的赞助厂商。本集的赞助厂商是由 ASUSTER 跟 Toshiba 共同赞助播出。身为一个旅游创作者、YouTuber， 还有独立接案的摄影师，常年累积下来的档案，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管理的话，档案真的是堆积如山，如大海捞针一样，找都找不到啊！这时候就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后盾。ASUSTER AS6704TB2 就是专门为我们这种影像创作者设计的 NAS 系统，它升级了全新的 Intel N5154核心的 CPU， 效能比上一代提升了31%。更狂是它上面还有4个 M.2 SSD 的插槽，你可以拿它来做快取，让你的读取速度大大提升。再加上双高速网路孔，最高支援5GBE 的高速传输，对于我们这种动不动就几百 G 的创作者来说，传输真的效能大大提升。当然，机器再快啊，安全的守护还是很重要。这一次搭配的是 Toshiba N300 NAS 专用的硬碟，它是7200转，非常适合这种7天24小时不停运转的 NAS 系统。所以有了 ASUSTER NAS 系统的支援，再加上 Toshiba 硬派的守护，让整体影像创作的工作流程变得更有效率，也变得更加安全。谢谢我们本集的赞助厂商，真的是对我们影像创作者大大的加分啊！好，介绍完我们本次的赞助厂商之后，我们正式来聊一下关于影片创作者的创作流程幕后大概是怎么样。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聊的是影片的选题、题目、企划。为什么想特别拿出来跟大家聊呢？通常我们在拍摄的时候，选题、题目、主题会决定这整支影片的成败。大概占了50%以上。怎么说呢？因为身为一个影片创作者，其实我们还是有流量的考量，还是希望频道能够成长，还是希望说这支影片能够扩出去。所以你的选题会决定了这个影片是不是会成功。那影片的选题大概我会有这几个考量。第一个，我会来看说这个影片我要去拍摄的这个点热不热门，有没有讨论度，有没有大家在想要赶快去了解这个景点，对它有没有好奇度。那这个就是人家所谓的共鸣，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共同的想法，想去了解这个景点。就是你可以把它独立拿出来思考，就是这个景点热不热门，有没有被讨论的攻略这种需求，这支影片会变成是大家的一个需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一旦有达到这个被需求的感觉，共鸣感的话，其实这支影片会有一个很大的刚需，就是大家会非常需要这支影片来了解他去的这个景点，所以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因为如果我自己喜欢的话，我在拍摄上来讲，我自己其实比较能够沉浸在那个现场，在拍摄过程中看出来的感觉，我自己又很喜欢。例如说，我前阵子拍摄的这个富士山骑旅影片，它也就是相对还算对我们频道来讲还算不错，它就有占了这2个点。因为富士山本身就是一个其实台湾人很喜欢去看的一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那我自己本来又很喜欢骑车，那我去那边好多次，我自己很喜欢。那我自己就想说，骑车去拍摄一次富士山的旅游影片，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加持之下，就是它算是一个热门，讨论度够高，而且你自己又很喜欢的情况之下，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议题。所以做出来之后，它的热门程度，包括它的订阅人数的增长，包括影片后续的长尾效应成长，就都会不错。所以我觉得刚开始你在拍摄主题上来讲，选题真的很重要。你如果选了一个太冷门，然后没有什么人在讨论的点，当然有可能会成功，有一些特殊状况，就是它可能是一个特殊议题哦，它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一些什么很奇怪的事件，大家会引发好奇，或是你去那景点太猎奇了，太奇怪，大家都觉得很夸张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有个 YouTuber 就是瑞奇，他去的地方都很猎奇，那些景点就会引发大家好奇，那些环境、那些国家，那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流量来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就喜欢拍很多很漂亮的景色、美景，然后我又很喜欢去日本，所以我自己就会用这2个主要做考量，就是我们这个选题它是不是够有讨论度，有没有热门，有一定的共鸣。再来就是我自己喜不喜欢，因为我自己喜欢的话，我觉得我在呈现上我会更自然，这就是我的选题方式，你可以参考看看。
接下来第2个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器材选择，拍摄的器材。因为其实我比较偏向是重影像质感的人，所以我的影像拍摄的过程当中带出去的影像设备其实是蛮多的。第一个就是空拍机，我一定会带，因为它通常是在介绍整个大景或景色状态。第2个就是我的主相机，现在用的是 Sony 的 ZV-1 跟 Sony 的 A73， 我目前是这2个相机。这个就比较负责高画质，还有一些细节，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觉得非常要很唯美的画面的时候，它就会负责一个主相机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摄影机跟360摄影机，这种比较像是一种第一视角的呈现，就是有时候是胸前，有时候是拿着360，因为骑机车的关系，它并没有办法去做运镜，这种会比较偏第一视角。再来就是手机。手机的话，它是有一点比较偏随身记录的感觉。随身记录感就是有时候拿起来，然后我们在拍摄上，它就是很及时的一个拍摄跟分享。所以这几个器材的话，大概是我都会带。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装备它就是各司其职。比如说我到了现场，我觉得这边要飞尬空拍，交代整个大景。然后我在现场有访问一些人们的话，那我可能就会用这种 POV 视角直接访问他。那如果他方便入镜的话，有可能我就会拿起我的主相机跟他一起入镜，跟他一起聊天，甚至摆在旁边去做访谈等等，这是我会做的画面。然后我们在随手在拍摄，有时候瞬间画面来得太快，因为手机呢，它拿出来是马上做记录，而且通常被拍的人也不会觉得太奇怪，因为那要拿来就很像你平常随时在拍东西一样。所以这几个画面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它有自己的任务要做。不过这边也要跟大家讲一下，我本身算是对影像质感算有一点要求的，比较偏执的一个创作者，所以我对影像质感还是会有些要求。但是如果你是个人特色出发的话，什么是个人特色出发？就是你本身特色是大于整个影像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你以个人的拍摄或记录创作为主，那就很够。例如说像阿滴的话，他们就是拿一台 GoPro， 像九妹她穿越日本，她就用一台 Pocket 3，就全程记录很多事情，所以他们相对来讲装备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是这种摄影类创作者，我觉得摄影类创作者的话，他的带的装备就比起其他人就会多了不少东西。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装备以你自己的需求为主就好。总归而言呢，就是如果你本身想要简简单单记录拍摄的话，那你个人特色非常足够，我觉得其实简单 Pocket 3一台运动摄影机其实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对影像创作、摄影有喜欢、非常在乎这个画面的话，那就买一台大影相机吧。其实像我们这种喜欢玩创作的、喜欢玩摄影的，其实对我们来说背那一点重量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平常就没有在拿相机在拍了，手机真的就很够了，我的感觉是这样。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素材的分类。当你拍摄的一次的旅程，或者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企划完之后，最终要归类这些档案。那我的整理的流程大概会是什么？通常一次拍摄回来之后，档案就超级无敌多。像你看我刚刚讲了，我空拍机、运动摄影机、手机，然后360摄影机等等装备是超级无敌多。那我怎么样去做归类呢？我回到剪辑室这边，我第一位就是先把所有档案先过档，过档就全部先存出来、背出来。那背出来的时候，通常呢会做几件事情，就是以装备分类。装备分类就是比如说我有空拍机，开个资料夹放。运动摄影机开个资料夹放，手机iPhone 就开一个资料夹放，然后我会把照片跟影片分开，就是照片类我们就是归档的一个资料夹，影片类归档一个资料夹。所以我刚刚有聊过，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分类？其实我看到空拍机的画面，我就知道那个是一个大山大景的画面；我看到手机就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即时的画面；我看到的是相机，代表那个画面可能是非常的有细节的东西，或者是它可能就比较高画质的东西。所以当这些画面全部 load 到剪辑软体的时候，他们照着分类下来去处理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画面大概是什么。所以其实以我自己的剪辑来讲，我在剪辑软体里面就会用器材先做分类。那有时候会用时间轴来看，比如说你从一整天拍下来，中午拍摄、下午拍摄，其实你这样看会看到全部的器材混在一起嘛。我在器材筛选里面就会选手机，选择我的空拍机，我选择那我在那个时间点就可以找出那个器材。然后来看这个档案，我就会更快的知道说，这个时候我需要有个空拍画面，那时候我有一个访谈画面，或这个地方我有做一个一些小细节的拍摄等等，我就都会知道。所以我在整理档案的时候，我们就会先把它做分类。当然最重要就是你在分类的过程当中，不必要档案一定要先删掉，不然真的你在搂进去里面发现一些那种开机，结果拍了一堆有的没有的，那个一定都要先删掉。所以第一步
先整理之前记得边整理边删掉一些不需要的画面。那我的做法是以设备资料夹做分类，平面的照片跟影像的动态影像的东西分开，分门别类完之后，我才会进入到剪辑软体里面去做预览。这个是我的素材剪辑的分类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真心建议档案整理的好，后面的剪辑会没烦恼，这个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啊。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剪辑软体。剪辑软体的话，我这边的使用方式我比较特别，我是比较混着用。我本身的主要剪辑软体是在苹果的 Final Cut Pro， 那因为这个我也用了好多年，甚至我自己有苹果 Final Cut 的讲师证照，因为我有教学的需求，我那时候还去考一个蛮特别的苹果 Final Cut 的算是一个讲师证照，不过那是很久之前了。那我现在也会使用 Premiere Pro。还有一个蛮特别的软体就是剪映，大概是这几个混着用。因为我本身有教学工作的关系 ，Premiere Pro 其实是我在教学的时候会使用到，在大众上在做教学，其实蛮多用这个软体在做使用的。那 Premiere Pro 我觉得本身也不错，只是说它相对的软体成本高，那我觉得稳定度没有苹果来的好，这是我的感觉啦。那我既然都已经用苹果电脑，我当然最喜欢的当然就是在苹果 Final Cut。再来就是比较特别的软体是剪映，剪映的话在这几年我觉得它是算是异军突起，因为也是在这几年短影音整个串起来之后，剪映根本就是为短影音打造的一套剪辑软体。那我觉得它也是目前一套 AI 能力最好的，它有 AI 的影像的什么合成啊 ，AI 字幕啦 ，AI 的一些配音啊等等，它的整个 AI 字幕的完整性应该是现在剪辑软体最好的。那我的工作流程是怎样？我的主剪辑大概会在 Final Cut。Final Cut 里面处理就是处理好所有的所谓的毛片就是先剪辑好，然后大概配置个音乐。那我的后置期呢，我就会搭上，比如说有时候我需要一些特殊特效，我可能会有某一些片段在 Premiere Pro 里面搭配一些外挂特效，因为 Premiere Pro 的外挂真的很多。这是一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有很多的素材库。那再来就是我进入到字幕阶段的时候，我会在剪映做。那我本身也有买剪映，所以其实你看我的剪辑软体这几个都是这样子，就是还是要花成本去购买哦。那当然剪映我觉得相对便宜啦，因为它的这个年费如果以大陆那边的费用很便宜，可以买到1000多块左右的那种 SBIP， 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剪映呢，我觉得就是字幕我就会在那边做，因为所有的 AI 字幕里面华语文判定我觉得最强大的还是在剪映，所以剪映的字幕判定完之后，设定调整完之后，出片就会很快。所以前期的部分主要的片段就会在苹果的 Final Cut， 后期我的会在剪映。那这边也有人问我说，那为什么不全部在剪映就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工作流程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苹果的 Final Cut 在剪辑的使用习惯上，我在使用上的效能我觉得很好。还有就是因为苹果这套剪辑软体本身就对 macOS， 或者是你在把档案进到 Mac 里面，它的流畅度就是真的，我觉得用起来是所有剪辑软体搭配起来，在苹果系统跑得最顺的就是苹果的 Final Cut， 所以我觉得在里面拉啦、剪啊、调整啊，速度效能我觉得是最快的。这个大家可以去问看看哦。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创作者在使用 Final Cut 都觉得，这个流畅度是很好的。流畅度很好的情况下，在前期的主毛片处理上，我觉得速度是最快的，因为要的就是速度啦。那后期的部分，在苹果我觉得它字幕能力比较差，再来就是它的一些外挂特效，比如说字卡特效等等，它也偏弱。那这时候我就会搭一个外挂，就是在剪映，所以我的软体的处理就是双搭哦，苹果 Final Cut， 然后剪映。那 Premiere Pro 有时候会搭一些，比如特效，有一些很特别的特效，因为我有素材库，我有买嘛，那些素材库就有一些只有支援 Premiere Pro， 因为 Premiere Pro 的素材的资源完整度是最大的，所以大概是混着用。那我跟大家讲说，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刚开始要剪辑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像我，因为我算是背景特殊，我有教学背景。那我那时候教 Final Cut， 然后我还有教 Premiere， 我甚至以前还教过这个威力导演，我都教过，我自己有相关这些证照。那就是因为教学需求，但我觉得在现在来讲，你可以选一个。如果是以 CP 值最高，可能是剪映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剪映一整套下来，你没有要很复杂的东西，你没有要很复杂的奇奇怪怪的有的没有的一些特殊的综合特效，你只要简单记录简洁化，剪映一整套1年1-2000块，然后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用，其实我觉得相对很划算。
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套软体是真的，我现在觉得 CP 值很高，而且它未来它的功能越开越多，它也是更新频率最快的一套剪辑软体，真的蛮夸张的。我发现我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就是在手机剪映的手机剪辑真的很方便，它手机剪辑有支援 AI 字幕，也有支援很多的字卡特效。你要发一些短片干嘛？其实我们在户外在拍摄，只是要发一个限动，只是要发一个短影音的话，最快就直接手机即时剪辑。那手机即时剪辑最方便的就还是剪映。很多国际的这种创作大神，他们用的也都是用剪映 CapCut 在做教学，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好玩的影片。所以其实觉得是混搭啦，主剪辑苹果Final Cut或者是 Premiere Pro 副剪辑搭配的使用，蛮推荐用剪映的。这个剪辑软体的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储存的部分。储存部分我大概分为几个种类，一个就是在前期拍摄当下的储存，还有剪辑时的储存状态，还有最后完成成品的备份的储存状态，大概这3个种类。前期的储存，比如我们出门在外，有时候我很多时候会用手机拍摄。那手机拍摄其实它的基底就是有时候就很容易不足嘛，所以我会带那种小型的 SSD， 那插在这个 iPhone 的下面，其实即时就可以做备份，或者现在很多 SSD 卡都支援的这种 Type C 其实的储存，所以你用手机当下的储存，其实我就会直接用 Type C 做，因为我自己的手机其实也只有256G， 也没有到很大，我就是当天拍完即时储存，因为大家知道 iPhone 的储存速度是很快的，因为你要买到 iPhone。比如1TB、2TB 价格很高，但是如果你买个256G， 再买一颗 SSD 插去备份，机体不足的情况之下，我马上就会用 SSD 去做备份。那如果我们在拍摄完回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会备到电脑里面去做剪辑。剪辑的时候，我其实是比较长时间是搭配 SSD 剪辑。SSD 剪辑的好处就是它读取速度是快的，那它的这个机体的种类就比较适合拿来做快速写入、快速读取的这个动作，所以在制作的这个流程当中，比较建议是用 SSD 硬碟来处理。这个是在工作流程，最后的这个储存流程，你的档案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杂。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出动比较 CP 值划算的 HDD NAS 系统，那就是我们本集的这个赞助厂商哈。那这个 NAS 系统，你最后把它备份上去，即使要查资料，突然在外面要查旧的档案、旧的专案，其实马上储存很快。你备一个 NAS 系统里面放 HDD 的硬碟，它的储存量就可以更大，几十 T 嘛。你不可能 SSD 买到几十 T， 那价格会很夸张，非常非常的贵。但是你 HDD， 像我就自己是20几 T 左右，那这个硬碟的量很大的情况下，就可以备份很多东西。所以在备份碟这一块，我们就用 HDD 来做备份，搭配 NAS 系统，在户外拍摄，如果要连回去拿旧档案，或者是你自己有团队的话，你有一些档案当下拍摄完要回传回去工作室，你有自己的云端，这时候这个 NAS 系统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能够做即时的储存。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有一群人出去玩，那这群人出去玩，有时候我们在分享，不是在 LINE 里面分享，可是 LINE 里面分享，它那个相簿或者是相片的画质有时候不是那么高。那如果你有自己的 NAS 系统，其实是可以上架到自己的云端，也可以开放权限给你的同行的旅伴去上架，其实那非常非常方便。那如果是工作的话，像我们有时候常常要影片原档要给客户看，我就可以上传到我自己的云端，开放权限，那他什么时候可以看，什么时候可以下载，那自己的云端再传，也不会有上传档案的限制，因为有些云端它会有一些你云端大小最多不能超过几 G， 最大的档案不能超过多少，它有一些限制。所以如果你有自己的云端传输上来讲，它上传或者是我丢档案给他，其实都相对方便很多。这个在 NAS 的使用上，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方便。所以就最后帮大家统整一下，前期拍摄呢，其实前期拍摄当下的储存就是现在比较红的流行那种小型 SSD， 当下的储存就备一个，甚至我以前还买过小型的那种随身碟。在即时剪辑的状态，就是你在本机的 SSD 剪，或者是外插一个 Type C 的 SSD 来做剪片，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最好的。最后，你这些档案一定要备份，因为有时候真的，比如说你要回顾过往，或者是要看以前的档案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个强大的后援，就是 HDD。最好再搭配个 NAS， 就是完整一整套的系统在那边，这样一整套就前中后才算一个整个专案的完成。那通常我们会备份个几年，再去删掉一些原始档，然后留下一些专案档。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些做法，因为以前我们在做摄影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们正常都会帮客户保留个档案，至少4年5年。
因为常常也是会有客户说，哎，原档那边有没有？他档案不见了，这样，那我们都要备一份原档，然后帮他备个大概4、5年，他有时候突然要回来拿，我们都要至少还有。所以我们觉得备份的部分这一块是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个就给大家参考一下。最后呢，我还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NAS 的特性啊。我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 NAS 里面其实后来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像最近，因为我其实对 AI 很有兴趣，在研究很多 AI 东西。像最近我在研究一些工作流，像 N8N 工作流、自动工作流等等。好，那它就可以把它的这系统架在云端，架在 NAS 里面。甚至如果你要自己架一个网站，或者是我最近在研究一些，因为我们自己有做云端厨房，在想一些这种订单系统。它就可以用 NAS 来架网站，甚至用 NAS 架自己的系统。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大家都以为它只有储存的功能，没有。其实 NAS 里面有自架云端服务之外，它还可以自架网站，然后还可以自架你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一些系统，比如说什么订单系统等，可以加在上面。这个是它的使用玩法是相当多的。ASUS 这一次的机器呢，它就是很有扩充性，它可以自己加记忆体，自己加快取的 SSD。如果你效能不足的时候，它拆开其实还可以自己再加装自己要的 SSD， 甚至你的 RAM 加强一下，整个效能就会提升很多。所以我觉得备份来讲是最终的环节，还是需要有一个很强力的后援。这个是大家在做影像创作可能比较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确实的跟你说，它的重要性远大于你想象的。因为有时候档案真的是不见就很麻烦，所以我们都会多备几份，备份在云端，备份在手机。那整个完了之后结束之后，最终会再备唯一的一份在我们的 NAS 里面。那 NAS 里面其实它还有所谓的磁碟阵列的系统。磁碟阵列就是其实它可以4颗硬碟在里面，但是有一颗硬碟是透过 RAID 的磁碟阵列的设定上来讲，其中坏掉1颗不会影响到里面的档案，只要及时补上另外1颗，它档案就回来。所以在 NAS 里面有蛮特别，是它的 RAID 的磁碟阵列组合起来之后，它的档案可以再做一个双重的保护，你不用怕硬碟一颗挂掉就整个挂掉。所以这个其实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对档案是层层的保护。ASUS 本身就是华硕的集团底下的华云科技，所以我觉得它的使用上来讲是值得大家信赖。那我们自己在使用上来讲，我觉得相当方便，因为我最近透过这个 NAS 的加持之后，我觉得整个我在备份，甚至上传档案，甚至分享档案，甚至跟厂商的一些联络等等，透过这个 NAS 自有云端的分享上来讲，我就觉得变得很方便，而且你自己丢出去的档案就不会只是单纯的 Google， 你丢出去就是自己的一个网域的旗下的档案，其实看起来就相对专业很多。这个是我在使用 NAS 来讲升级上非常有感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本身也在往创作的路上迈进，影像制作的路上迈进，蛮推荐自己有一套自己的 NAS， 对自己的档案备份的安全性，还有你的可扩充性都会变得很完整。好，那我们 ASUS 华云科技的这些云端的 NAS 系统本身都有3年的保护，我觉得相当的佛心。所以如果你也想扩增一下你的影像军火库的话， NAS 系统华云科技 ASUS 的 AS6704V2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搭配Toshiba N300硬碟的加持，绝对是绝配啊！那以上的详细资讯我会放在资讯栏，有需要可以去看看哦。好，今天就大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影像创作者的一个幕后算是制作流程，你会发现其实成本蛮高的。我都觉得，当然就是学习成本也是一个啦，因为其实你在做影像创作，除了要学着拍，然后要学着剪辑，然后你还要学着经营，所以我觉得会相对性蛮辛苦。那今年又一个蛮特别，是好多 AI 频道在出来哦，好多 AI 的影片在出来，所以今年又多一个你要跟 AI 竞争，变得好辛苦哦。不过我觉得，就是我们始终是喜欢影像创作的人，你的本质还是影像创作，即使是 AI 创作，它也是一种影像创作。你本身喜欢这种影像创作的领域来说，这就是一种乐在其中。我觉得，虽然说很多人说啊，你当 YouTuber 啊，或者是创作者啊，很饱和等等，但是最终我觉得它是一份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虽然经营上，我觉得它有很多的眉眉角角，不见得是这么样的平平顺顺，但是回头来看，你的影像创作，你的影像记录，就是一个你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这个我是觉得在经营这个频道，踏入这种影像创作里面，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部分。好啦，也算聊那么多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些影像创作幕后的一个流程，给大家一些参考。那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主题的话，你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或者是你有想了解一些什么，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意见，那我会参考你的意见，做一些相对的一些回馈。好，希望本集的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收到新影片通知。我是 Kenji，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